第3页，让干涉你生活的人见鬼去。苦苦思索2周之后，青年再次来到哲人的书房。自由是什么？我为什么不能获得自由？真正束缚我的究竟是什么？青年被布置的作业实在太沉重，根本无法找出合适的答案。青年越想越感觉自己缺少自由。自由就是不可再寻求认可。青年，您上次说今天要讨论自由吧？哲人，是的，你考虑过自由是什么了吗？青年，这我已经仔细考虑过了。哲人，得出结论了吗？青年，哎呀，没得出结论，但是有一个不是我自己的想法，而是从图书馆发现的这么一句，就是货币是被铸造的自由。它是托斯诺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出现的一句话，被铸造的自由，这种说法是何等的痛快啊！我认为这是一句非常精辟的话，它一语道破了货币的本质。哲人，的确如此。如果要坦率地说出货币所带来的东西的本质的话，那或许就是自由。这大概可以被称为名言，不过也不可以据此就说自由就是货币吧。青年，完全正确。也有能够通过金钱得到的自由，而且那种自由一定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因为事实上衣食住行的一切都是由金钱来支撑。虽然如此，但是否只有巨额财富人就能够获得自由呢？我认为不是，也相信不是。我认为人的价值、人的幸福不是可以用金钱买到的东西。哲人，那么假设你得到了金钱方面的自由，但仍然无法获得幸福，这种时候你所剩下的是什么样的烦恼和什么样的不自由呢？青年，那就是先生再三提到的人际关系了。这一点我仔细想过了。例如，尽管拥有巨额财富，但却找不到爱的人，没有能够称得上是知己的朋友，甚至被大家所厌恶，这都是极大的不幸。另一个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的就是羁绊这个词语。我们其实都挣扎般的生活在各种各样的羁绊之中，不得不和讨厌的人交往，不得不忍受讨厌的上司的嘴脸等。请你想象一下，如果能够从繁琐的人际关系中解放出来的话，那会有多么轻松啊！但是这种事任何人都做不到，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被他人包围着。这是活在与他人的关系之中的社会性的个人，无论如何都逃不出人际关系这坚固的大网。阿德勒所说的一切烦恼皆源于人际关系，这句话真的可谓是真知灼见啊！一切的事情最终都归结到这一点上。哲人，这的确很重要，请你再深入考虑一下，到底是人际关系中的什么剥夺了我们的自由呢？青年，就是这一点，就是先生您上次说的，是把别人当成敌人还是伙伴这一点。您说如果能够把别人看成伙伴，那么对世界的看法也会随之改变。这种说法我完全可以接受，我上次回来的时候也已经完全认可了这一看法。再仔细一想，觉得人际关系中还有些无法仅仅用这一道理来解释的要素。哲人，比如呢？青年，最简单易懂的就是父母的存在。对我来说，无论怎样想，父母都不是敌人，特别是在孩童时代，他们作为最大的庇护者，养育和守护了我。关于这一点，我真心实意地满怀感激。不过，我父母是非常严厉的人。上一次我也说过，父母常常拿我和哥哥比，并且毫不认可我。同时，对于我的人生，他们也总是指手画脚，比如常常说些要好好学习，不要跟那样的朋友来往，至少得上这个大学，或者
必须选择这样的工作之类的话。这种要求是一种极大的压力，也是一种羁绊。哲人，最后你是怎么做到的呢？青年，在上大学之前，我一直认为不能无视父母的意愿，所以总是既烦恼又反感。但事实上，我在不知不觉间就把自己的希望和父母的希望重合在一起了。虽然工作是按照自己的意愿选的，哲人那么一说才想起来，我还没有问过你的职业是什么呢？青年，我现在是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而我的父母则希望我像哥哥一样继承父亲的印刷工厂。因此，自从我就职以来，与父母的关系就多少有些不愉快。如果对方不是自己的父母，而是敌人一样的存在，那我就根本不会苦恼吧。因为无论对方怎么干涉，只要是无视就可以了。但对我来说，父母不是敌人，是不是伙伴暂且不论，但至少不是应该称为敌人的存在，因为关系实在是太亲近了，所以根本不能无视其意愿。哲人，当你按照父母的意愿选择大学的时候，你对父母是一种怎样的感情呢？青年很复杂，虽然也有怨气，但另一方面又是一种安心感。心里想，如果是这个学校的话，应该能够得到父母的认可吧。哲人，那么你的能够得到认可又是指什么呢？青年哈，请你不要兜着圈子的做诱导询问。先生，您应该也知道，就是所谓的认可欲求。人际关系的烦恼都集中在这一点上。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时常需要得到他人的认可。正因为对方不是令人讨厌的敌人，所以才想要得到那个人的认可。对，我就是想要得到父母的认可。哲人明白了。关于现在这个话题，我先要说一下阿德勒心理学的一个大前提。阿德勒心理学否定寻求他人的认可，青年否定认可欲求。哲人根本没有必要被别人认可，也不需要去寻求认可，这一点必须要事先强调一下。青年，哎呀，您在说什么呢？认可欲求不正是推动我们人类进步的普遍欲求吗？要不要活在别人的期待中？哲人，得到别人的认可的确让人高兴，但是要说的是，否真的需要被人认可，那是绝对不的。人原本为什么要寻求认可呢？说得再直接一些，人为什么想要得到别人的表扬呢？青年，答案很简单，只有得到了别人的认可，我们才能体会到自己有价值。通过别人的认可，我们能消除自卑感，可以增加自信心。对，这就是价值的问题。先生，您上次不也说过吗？自卑感就是价值评判的问题。我正是因为得不到父母的认可，所以才一直活在自卑之中。哲人，那么我们用一个身边的例子来考虑一下。比如，假设你在工作单位捡了垃圾，但是周围的人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或者即使注意到了，也没有人说一句感谢或表扬的话，那么你以后还会继续捡垃圾吗？青年，这真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啊。如果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感谢，那也许以后不会再继续去做了吧？哲人，为什么呢？青年，捡垃圾是为了大家，为了大家流汗受累，却连一句感谢的话都得不到。如果这样的话，也许就不想再做下去了吧？哲人，认可欲求的危险就在这里。人究竟为什么要寻求别人的认可呢？其实很多情况下，都因为受赏罚教育的影响。青年赏罚教育，哲人如果做了恰当的事情，就会能得到表扬，而如果做了不恰当的事情，就会受到惩罚。阿德勒严厉批评这种赏罚式的教育，在赏罚式教育之下会产生这样一种错误的生活方式，那就是如果没人表扬，我就不去做好事，或者如果没有人惩罚，我也能做坏事。是先有了希望获得表扬这个目的，所以才去捡垃圾，并且如果不能够得到任何人的表扬，那就会愤慨或者下定决心再也不做这样的事情。
很明显，这是一种不正常的想法。青年不对，请您不要把话题缩小。我不是在讨论教育，希望得到喜欢的人的认可，希望被身边的人接纳，这都是非常自然的欲求。哲人，你犯了一个大大的错误。其实我们并不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而活着。青年，您说什么？哲人，你不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而活着，我也不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而活着。我们没有必要去满足别人的期待。青年，不，这是非常自私的论调。您是说要只为自己着想，自以为是的活着吗？哲人，在犹太教教义中有这么一句话：倘若自己都不为自己活出自己的人生，那还有谁为自己而活呢？你就活在自己的人生中。说要为谁而活着，那当然是为你自己。假如你不为自己而活着，那谁会为你而活呢？我们最终还是为自己活着，没理由不可以这样想。青年先生，您还是中了虚无主义之毒。您是说人们都可以为自己活着，这是多么卑劣的想法啊！哲人，这并不是虚无主义，而且正相反，如果一味寻求别人的认可，在意别人的评价，那最终就会活在别人的人生中。青年什么意思？哲人，过于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就会按照别人的期待去生活，也就会舍弃真正的自我，活在别人的人生之中。而且请你记住，假如说你不是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而活，而他人也不是为了满足你的期待而活，当别人的行为不符合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也不可以发怒，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青年不对，这简直是一种彻底颠覆了我们的社会的论调。我们都有认可欲求，但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可，首先自己得先认可别人。正因为我们认可了他人，认可了不同的价值观，我们才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可。通过这种相互认可，我们才建立起了社会。先生，您的主张诱导人孤立甚至对立，是一种令人唾弃的危险思想，是足以挑起不信任感和猜忌心的恶魔式教唆。哲人，哈哈哈，用您的词可真有意思。没必要那么激动，咱们一起来想想吧。得不到认可就非常痛苦，如果得不到别人和父母的认可，就没有自信，那么这样的人生能称得上健全吗？例如有人会想，因为神在看着，所以要积累善行，但这是与因为没有神，所以可以无恶不作之类的虚无主义相对的一种思想。即使神并不存在，即使无法得到神的认可，我们也必须要活出自己的人生。而且，正是为了克服无神世界的虚无主义，才更有必要否定他人的认可。青年，这和神的事情根本没关系，请您更加认真、更加直接地考虑一下活在俗世中的人们的心。例如，希望获得社会性认可的认可欲求又会怎么样呢？为什么有人想要在工作中出人头地呢？为什么人要追求地位和名誉呢？这是一种希望被社会整体认可的认可欲求吧。哲人，那么得到了认可就真的会幸福吗？获得了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就能够体会到幸福吗？青年，哎呀，这个嘛，哲人想要取得别人认可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会采取满足别人的期待这一手段，这其实都是受如果做了恰当的事情就能够得到表扬这种赏罚教育的影响。但是如果工作的主要目的变成了满足别人的期待，那工作就会变得相当痛苦吧，因为那样就会一味在意别人的视线，害怕别人的评价，根本无法做到真正的自己。也许你会感到意外，但事实上，未接受心理咨询辅导的人几乎没有任性者。来接受心理咨询辅导的人几乎没有任性者，反而是很多人的苦恼与满足别人的期待，满足父母或老师的期待，无法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青年，那么您是说我要做一个
任性自私的人吗？哲人并不是旁若无人的任意横行，要理解这一点，就要先了解阿德勒心理学中的课题分离这一主张。青年课题分离，这可是个新词啊，那我就听听吧。青年的焦虑情绪达到了顶点，要否定认可欲求，不要满足别人的期待，要为自己活着。这位哲学家究竟在说什么呢？认可欲求不正是人与他人交往形成社会的最大动机吗？青年心里默默地想，如果这个课题分离的主张不能说服我的话，我这一生都不可能再接受眼前这个男人和阿德勒了。把自己和别人的人生课题分开来。哲人，如果有一个不爱学习的孩子，不听课，不写作业，甚至连教科书都忘在学校，那么如果你是父母的话，你会怎么做呢？青年，当然是想尽一切办法让其学习啊，上辅导班，请家庭教师，有时甚至还可能会扯耳朵，这是父母的责任和义务吧。实际上我就是这样长大的，做不完当天的作业，父母就不让吃晚饭。哲人，那么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这种强制性的手段强迫学习，是你最喜欢的那你最终喜欢上学习了吗？青年很遗憾，没有喜欢上学习，为了学校或者考试的学习只是应付而已。哲人，明白了，那么我就从阿德勒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开始说起。例如，当眼前有学习这个课题的时候，阿德勒心理学会首先考虑这是谁的课题。青年，谁的课题？哲人，孩子学习或者不跟朋友玩，这原本是孩子的课题，而不是父母的课题。青年，您是说这是孩子应该做的事吗？哲人坦率地说，就是如此。即使父母代替孩子学习，也没有任何意义吧？青年，哎呀，那倒是。哲人，学习是孩子的课题，与此相对，父母命令孩子学习，就是对别人的课题妄加干涉。如果这样的话，那肯定就避免不了冲突。因此，我们必须从这是谁的课题这一点出发，把自己的课题与别人的课题分离出来。青年，分离之后再怎么做呢？哲人，不要干涉他人的课题，仅此而已。青年，仅此而已吗？哲人，基本上一切人际关系矛盾都的起因于对别人的课题妄加干涉，或者自己的课题被别人妄加干涉。只要能够进行课题分离，人际关系就会发生巨大改变。青年，我还是不太明白，究竟如何辨别这是谁的课题呢？实际上，在我看来，让孩子学习是父母的责任和义务，因为几乎没有真正喜欢学习的孩子，而父母则是孩子的保护人。哲人，判别究竟是谁的课题的方法非常简单，只需要考虑一下某种选择所带来的结果，最终是要由谁承担。如果孩子选择不学习这个选项，那么由这种决定所带来的后果，例如成绩不好、无法上好学校等，最终承担者不是父母，而是孩子。也就是说，学习是孩子的课题。青年，不，根本不对。为了不让这种事态发生，既是人生前辈，又是保护人的父母，有责任告诫孩子必须好好学习，这是为孩子着想，而不是妄加干涉。学习或许是孩子的课题，但让孩子学习却是父母的课题。哲人，的确，世上的父母总是说着为你着想之类的话，但是父母们的行为有时候很明显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目的，面子和虚荣，又或许是支配欲。也就是说，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我。正因为察觉到了这种欺骗行为，孩子才会反抗。青年，那么您是说，即使孩子完全不学习，那也是孩子自己的课题，所以要放任不管吗？哲人，这一点需要注意，阿德勒心理学并不是推崇放任主义。放任是一种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孩子在做什么的态度，
而阿德勒心理学的主张不是如此，而是在了解孩子干什么的基础上对其加以守护。如果就学习而言，告诉孩子这是他们自己的课题，在他想学习的时候，父母要随时准备给予帮助，但绝不对孩子的课题妄加干涉。在孩子没有向你求助的时候，也不可以指手画脚。青年，这不仅限于亲子关系吧？哲人，当然，例如阿德勒心理学的心理辅导认为被辅导者是否改变并不是辅导顾问的课题。青年，您说什么？哲人，接受心理辅导之后，被辅导者下怎样的决心，是否改变生活方式，这都是被辅导者本人的课题，辅导顾问不能干涉。青年，不，怎么能有那么不负责任的态度呢？哲人，当然，辅导顾问要竭尽全力地给予援助，但不可以妄加干涉。某个国家有这么一句谚语，可以把马带到水边，但不能强迫其喝水。阿德勒心理学中的心理咨询辅导以及别人的一切援助都遵循这个要求。倘若无视本人的意愿而强迫其改变，那结果只会是日后产生更加强烈的反作用。青年，辅导顾问不改变辅导者的人生吗？哲人，能够改变自己的只有自己。即使父母也对放下孩子的课题。青年，那么避居在家的情况怎么样呢？也就是像我朋友那样的情况。即使那样，你依然要说课题分离，不可以干涉，跟父母无关之类的话吗？哲人，是否从避居在家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或者如何解脱出来，这些原则上应该是由本人自己所解决的课题，父母不可以干涉。虽然如此，但毕竟不是毫无关系的陌生人，所以需要施以某些援助。最重要的是，孩子在陷入困境的时候，是否想要真诚地找父母商量，或者能不能从平时开始就建立起那种信赖关系。青年，那么，假如先生您的孩子避居在家，您会怎么办呢？请您不要作为哲学家，而是作为一个父亲来回答这个问题。哲人，首先，我会断定这是孩子的课题，对孩子的避居状态不妄加干涉，也不过多关注，而且告诉孩子，在他困惑的时候，我随时准备给予援助。如此一来，察觉到父母变化的孩子，也就不得不考虑一下今后该如何做这一课题了。他可能会寻求援助，也可能会自己想办法解决。青年，如果避居在家真的是自己的孩子，您也能够想那么开吗？哲人，苦恼于与孩子之间的关系的父母，往往容易认为孩子就是我的人生，总之就是把孩子的课题也看成自己的课题，总是只考虑孩子，而当意识到的时候，他们已经失去了自我。但即使使父母再怎么背负孩子的课题，孩子依然是个独立的人，不会完全按照父母的想法去生活。孩子的学习、工作、结婚对象，或者哪怕是日常行为举止，都不会完全按照父母所想。当然，我也会担心，甚至会想去干涉。但是刚才我也说过，别人不是为了满足你的期待而活，即使是自己的孩子，也不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而活。青年，您是说就连家人也要划清界限？哲人，正是关系紧密的家人才更有必要有意识地去分离课题。青年，这太奇怪了。先生，您一方面宣扬爱，另外一方面又去否定爱，如果那样与别人划清界限的话，岂不是谁都不能信任了吗？哲人，信任这一行为也需要进行课题分离。信任别人，这是你的课题，但是如何对待你的信任，那就是对方的课题了。如果分不清界限而把自己的希望强加给别人的话，那就会变成粗暴的干涉了。即使对方不如自己所愿，也能够依旧信任和爱吗？
阿德勒所说的爱的课题就包括这种追问。青年，太难了，这太难了。哲人，当然，但请你这样想，干涉甚至担负起别人的课题，这会让自己的人生沉重而痛苦。如果你正在为自己的人生而苦恼，这种苦恼源于人际关系，那首先请弄清楚，这不是自己的课题这一界限，然后请丢开别人的课题，这是减轻人生负担使其变得简单的第一步。